你不是饿，是身体不会供能。我们今天要来谈的是大家经常听到的一个名词，叫做代谢灵活度。我给大家一个很粗糙，但是最简单的方法，大概的判断一下你自己的代谢灵活度好不好，就是你应付饥饿感的能力如何。我不是说你有意志力啊，你可以扛着它，不是这个意思啊。当你身体的饥饿感来了的时候，你的感觉是什么？你感觉很轻松？这个饥饿感维持了一段时间之后，你依然感觉很轻松？还是说当这个饥饿感来的时候，你就感觉到有压力，你就感觉到不舒服，你就觉得如果你不吃你就受不了？我告诉大家，代谢灵活度是一个科学名词，它讲的是如果你的细胞可以在葡萄糖和脂肪之间灵活切换能量来源，这个叫做有代谢灵活度。我们人的细胞可以燃烧的能量来自于食物的能量有两种，葡萄糖或者是脂肪。现在这个年代，绝大多数的人吃的饮食叫做高糖饮食，碳水化合物的热量在你身体里面转变成葡萄糖了以后，就是你的细胞燃烧能量的主要来源。那时间久了以后呢，如果一直你的身体都是依赖葡萄糖提供能量的，你的身体呢渐渐的就失去了燃烧脂肪的能力了，你的身体只能够依赖葡萄糖，这个叫做没有代谢灵活度。吃高糖饮食的同学们，如果你今天吃了一顿早餐，很丰富的早餐，你吃得很饱，然后呢你出门了，在这个时间段里面大约1个小时左右，你吃下去的碳水化合物的热量呢基本上就已经全部转换成葡萄糖。如果你有在测血糖的话，你就会看见吃完饭1个小时左右，你的血糖呢大概升到了最高点，然后呢再过1个小时左右，你的血糖呢就降下来了。当你血糖降下来的时候，就是你这一天当中第一次饥饿感的出现。所以吃高糖饮食的人呢，经常会发现吃完早餐之后2个小时到2个半小时左右肚子饿了。当这种饥饿感来的时候，你的感觉是什么？这种饥饿感呢来得很明显，来得很突然，如果不吃一点东西的话，这个饥饿感会越来越强烈，强烈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影响你的注意力，影响你的情绪，影响你的体力。各位听清楚了，这种饥饿感越来越强烈，到了一定的程度的时候，突然之间这个饥饿感消失了。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就称它为饿过头了。当你饿过头的时候，就是你的肝糖原从肝脏还原成葡萄糖，然后你的血糖呢从比较低的地方回升上来，回升一点点，血糖回升到一点点正常范围了，你的饥饿感就消失了。有的人3分钟5分钟他就饿过头了，有的人20分钟，我告诉你有1个小时的，还有2个小时的，有这么大的区别。为什么？我们的肝糖原要从肝脏细胞释放出来，有一个激素很重要，叫做胰高血糖素。但是胰高血糖素这个东西跟另外一个激素是互相会有冲突的，跟胰岛素是有冲突的。只要你的胰岛素在比较高的地方，你的胰高血糖素就必定在比较低的地方，必须要等到你的胰岛素慢慢往下降，你的胰高血糖素才能够慢慢的升上去，你的肝糖原才出得来。所以你要了解，就是你饿过头的时间短，代表你胰岛素很灵活的降下来了。如果你要比较长的时间才能够饿过头，就说明你的胰岛素一直都不降下来，说明你的能量代偿机制非常的僵化，你代谢灵活度不好，你身体里面储存了很多的能量，可是你的细胞用不到的原因是什么？你的胰岛素在高位挡住了。当你的胰岛素在高位的时候，你的体脂肪是出不来的，你的肝糖原也出不来，你的体脂肪也出不来。当你的饥饿感很强烈，维持了很长的时间的时候，你的细胞分秒都在受伤害啊，因为它能量不够啊。现在我给大家看看这张图，在这张图上，平时汽车脚底下只有一个油门，一个油门踩下去就是给汽车供能的。我们的身体啊，其实供能的开关有4个。第一个开关在最左边，葡萄糖。对于吃高糖饮食的同学们来说，最左边的这个油门呢，你的身体呢几乎一天到晚都在用它。那么我们身体的能量代偿机制，当葡萄糖不够用的时候，第一个我们能量代偿机制就肝糖原出来给我们利用的。可是如果你的胰岛素太高，肝糖原出不来。我们身体的第2个能量代偿机制是脂肪，不管你吃进去的脂肪还是你身体里面储存的脂肪，第2个能量代偿机制脂肪也出不来，因为你的胰岛素太高。在这个环境底下，你的细胞严重缺能量了。按照我们身体经过严格的进化筛选的结果，当身体严重缺能量的时候，我们身体应该会进入糖医生自己身体里面在体内制造葡萄糖给我们利用的。糖医生这件事情也没有发生啊，因为你的胰岛素在高位啊。
如果你每一次饿过头的时间超过30分钟以上的话，你低头看看自己是不是大肚子啊？绝大多数的同学会说是真的。当你的代谢灵活度不好的时候，你的代谢健康就不好了。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让你得到更充分的证据，让你肉眼就可以看见你的能量代偿机制是有问题的呢？有的。我鼓励你们去带一个动态血糖仪。动态血糖仪主要的目的不是看你的血糖在哪里，如果你真正在意你的血糖是高还是低的话，你就是扎手指头，指尖血比动态血糖仪测当时的血糖要准得多。动态血糖仪真正的贡献不是在告诉你几点几分你的血糖是多少，因为动态血糖仪测到的不是你血液里面的糖，它测到的是你细胞跟细胞之间的体液，而我们体液的糖的浓度呢，要在血液的葡萄糖上升了，改变了5分钟到15分钟左右，体液才会反映出来。动态血糖仪对我来说，一天24个小时的动态血糖图形，其实就是在告诉我你一天24个小时的代谢故事。你们看看这张图，这张图你看到了什么？你看到了血糖的大幅度的波动啊！这个血糖大幅度波动过程当中，血糖迅速的上升，绝大多数时候是因为吃了高糖食物造成的。然后呢，你看到血糖迅速的下降，你就是看到了胰岛素的作用，大量的胰岛素，你的血糖才能够降得这么快。所以当你看到血糖迅速下降，你就看到胰岛素在工作了，一天到晚都忙着身体里面有胰岛素反应啊。这个同学比较特殊啊，因为我通常在看这个图的时候，我会叫他把饮食的照片和这个图一起发给我看。当然我要了解他身体的健康背景，我要了解他胰腺功能等等，对他有基本的认识。这个同学呢，基本上身体制造胰岛素的能力没有问题，他不是糖尿病人，他甚至于不是胰岛素抵抗的病人。我看过他的数据了，他发来给我看的食物的图形呢，他吃的食物呢，也不至于出现这种图形啊。我连续看了几天他的图形，他每一天的饮食都差不多，就是他的血糖图形的波动非常不合逻辑。那在这种情况底下，还有第二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身体的激素变化。身体激素变化可以给血糖带来大幅度的波动的，所以当时我就判断非常有可能是压力激素导致的。所以我跟这位同学沟通，原来确实他那段时间精神压力非常的大，所以导致了他代谢图形出现这种变化。所以我说这个是代谢故事，压力大本身危害健康啊。好在这位同学他把他的精神压力大的问题做了比较妥善的解决，饮食稍微调整一下，他的动态血糖图就变得非常漂亮。我给你们看另外一个动态血糖图，也是我们的老同学。这位老同学呢，他是长年累月的2型糖尿病的同学，他的胰腺功能是有受损的，当然还没有受损到很严重的程度，可是当时我给他的建议是说要很好的妥善的保护他的胰腺，所以呢不能够再让他的胰腺过分的工作，所以依赖一点医生开给他的外源性的胰岛素是合理的。他不肯，他不愿意，所以呢他要求我就尽可能的帮助他，辅导他透过饮食改变他的健康状态。所以我们在一起呢进行打卡工作，每一天他把他吃的照片发给我看，每一天他发他24小时的动态图形给我看。动态图形就是他的代谢故事。这张图形你们看到的是我们2个人在一起努力了不到3个月的时间呢。目前他每天还在跟我打卡呢，他的图形大概就长这个样子。我跟你们说啊，不管你有没有糖尿病啊，不管你有没有胰岛素抵抗，你的代谢故事如果是这张图形，我告诉你，你的身体就在修复了。这一张图形代表的就是完美的代谢灵活度，完美的能量代偿机制的图形表现。整张图形的过程变化，几乎99%的时间都是在一个很小的锯齿状移动。在这整个过程当中，几乎你看不到胰岛素的参与，他的身体在燃烧葡萄糖和燃烧脂肪之间非常灵活的切换，所以他的细胞始终不缺能量。这种图形呢，在我来说就是模范生了，完美的动态图形了。这个动态血糖仪告诉我们的，就是一个一天24个小时完整的代谢故事。